朝鲜半岛局势今年持续紧张，特别是自8月以来，针对美韩时隔5年重启大规模联合军演，以及美国不断主导与盟友的各种军事演训，朝鲜以格外密集的导弹试射予以回应，引发外界对半岛局势面临螺旋升级的担忧。联合国安理会21日召开会议，审议朝鲜半岛局势。美国等国指责朝鲜18日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并要求对其追责。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当天在发言时呼吁有关各方坚持政治解决方向，防止局势轮番升级甚至失控。当地时间11月21号，联合国安理会开会讨论朝鲜近期试射洲际导弹问题，这是今年以来安理会关于朝鲜问题的第10次会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在发言时表示，朝鲜半岛局势紧张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也是中方不想看到的。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半岛也承受不起局势进一步恶化的危险。有关各方必须着眼半岛和东北亚和平稳定大局，采取切实措施，发挥积极作用，全力推动政治解决问题。张军强调了3点：一是全力推动局势降温，维稳防乱；二是回到正确途径，重启对话；三是创造有利条件，劝和促谈。张军提到，各方在均衡解决各自关切上下功夫，坚持对话协商的正确方向。他特别强调，美国应采取主动，展现诚意，正面回应朝方合理关切，推动对话早日由形式变为现实。张军还对安理会提出建议，表示应发挥建设性作用，不应一味对朝谴责施压。安理会讨论应有助于缓和紧张气氛，推动局势尽快降温，为外交努力留出空间，而不是为此制造障碍。张军表示，中方再次呼吁有关各方着眼半岛和平稳定大局，按照双轨并进思路和分阶段同步走原则，通过有意义的对话均衡解决各自关切，推进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中方将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深圳卫视注意到，张军的说法也得到俄罗斯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叶夫斯季·格涅耶娃的认同。他在会上也表示，安理会应该做的是支持朝韩对话和多边谈判，而不是造成阻碍。半岛的局势目前恶化，想迅速改善的可能性相对比较小，但是它的一个努力方向，中国提出的双轨方案的话，实际是关注到各方的利益。第一是契合的问题，那么可以开一个谈判；第二是朝鲜自身的安全利益问题，那是一个谈判。那么这个双向的努力，应该说是解决朝鲜半岛目前来讲是最有价值的一种方案。针对联合国安理会开会讨论朝鲜洲际弹道导弹问题，22号，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的胞妹、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通过朝中社发表谈话，强烈谴责安理会在美国的怂恿下开会，对美韩危险军演避而不谈，却拿朝鲜行使不可侵犯的自卫权做文章，实属双重标准。金宇正警告美方应该铭记，越是执着于反朝敌对行动，越会面临致命的安全危机。朝鲜将以超强有力的措施予以应对。外界注意到，这是金宇正继8月发表谈话，拒绝韩方对朝无核化路线图所谓大胆构想提议后，时隔3个月再次发表谈话。安理会开会的前一天，20号，朝鲜外务相崔善基发表了他上任以来的第2次谈话，称朝鲜正拿着明确的应对方案注视美国和联合国安理会的动向。外界注意到，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格林菲尔德在21号的安理会会议上呼吁发表主席声明，要求对朝鲜发射洲际弹道导弹追究责任。由于安理会各方依然坚持既有立场，会议无果而终。美国副国务卿舍曼、韩国外交部第1次官赵贤东、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森健良21号举行3边电话会议，针对朝鲜的洲际弹道导弹探讨应对方案。按照韩国外交部的说法，3国除了将继续推动安理会对朝采取制裁措施，商定就各自单独对朝制裁进行讨论协调。3国还同意，今后将继续加强美韩联合防卫态势以及美日韩安全合作，以应对朝鲜。现在尽管是美国分别和韩国和日本进行空中联合军演，但是3国的联合军演可能由于半岛的局势，而韩国摒弃前嫌和一些争端，那么会同日本，那么共同与美国进行联合军演的。
而按照韩国军方22号最新透露的消息，在朝鲜潜射弹道导弹威胁日益加剧的情况下，韩美就举行联合潜艇演习等对朝威慑方案进行了讨论。据称，代号为“沉默鲨鱼”的联合潜艇演习将于明年中期举行。沉默鲨鱼始于2007年，隔年举行一次。与反潜演习不同，该演习着重演练潜艇与潜艇间的对抗，模拟对敌军潜艇进行探测、追踪和打击。预计美军将出动洛杉矶级攻击型核潜艇、安莫里兰德号潜艇支援舰、宙斯盾驱逐舰、海上巡逻机等参演。值得一提的是，鉴于潜艇作战和出动的隐秘性，在这一领域，美韩几乎未曾公开演习消息或公开进行过演习。